Observation 1. 希腊，这个地中海的美丽国度，因其债务危机于2010年震动了全球金融市场。债务危机背后是希腊政府长期粉饰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经济指标。当这些数字的真相被揭露时，市场对希腊政府的信任崩溃，导致债券收益率飙升，借贷成本急剧上升。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得不紧急介入，提供财政援助以防止危机蔓延。Observation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指标令世界瞩目，特别是 GDP 的迅猛增长。然而，这些指标也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比如地区发展不均、环境污染和收入差距问题。中国政府逐渐从单一追求 GDP 增长转向更加关注经济的质量和效益，以及社会福祉的提升。Observation 3. 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指标遭遇了长时间的低迷，这段时期被称为失落的10年。股市和地产泡沫的破裂让整个国家的财富蒸发，失业率上升，消费者价格指数停滞不前。日本政府采取了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等措施，试图刺激经济。这段历史显示了经济指标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Observation 4. 希腊曾是欧洲经济稳固的象征，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希腊经济指标暴露了其脆弱本质，政府债务和赤字率的数据一度被政府粉饰，而当真相大白，希腊迅速沦为危机的中心。紧随其后的是国际救助和严苛的财政紧缩措施，希腊人民经历了剧烈的生活水平下降。Observation 5. 韩国的经济奇迹是对外界的一大震撼。上世纪80、90年代，韩国的 GDP 增长率一跃成为全球焦点。然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凸显了它的经济体系问题，过度的企业杠杆和不透明的金融操作让这个亚洲4小龙之一翻车。危机过后，韩国通过改革金融体系和鼓励创新企业，重振了经济。Observation 6. 2008年，美国经济遭遇次贷危机，这场始于房地产市场的风暴迅速席卷全球。经济指标如房屋贷款违约率和房价指数开始显露出市场的过热和风险积聚，金融机构的倒闭和股市的暴跌成为常态，数百万美国家庭面临破产或房屋被收回。这场危机强调了经济指标在预警系统中的重要角色，以及在金融监管中正确解读和应用这些指标的必要性。Observation 7. 2001年，阿根廷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家债务违约，货币贬值，经济指标如 GDP 和失业率暴露出经济的深度衰退。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包括限制银行取款，但这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信任感。阿根廷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指标不仅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状况，还能影响政府政策和公众信心。Observation 8. 1998年，俄罗斯面临了一场严重的货币危机。在全球油价下跌和国内财政赤字增加的双重压力下，经济指标如外汇储备急剧下降。俄罗斯政府最终不得不宣布卢布贬值和债务违约，市场信心崩溃，导致资本外逃和通货膨胀。这一事件凸显了稳健的经济指标对于维持国家金融稳定和国际信誉的重要性。Observation 9. 2016年，印度政府突然宣布废除流通中的大额纸币，这一决定旨在打击黑市经济和促进电子支付。虽然初衷是为了改善经济透明度，但该政策却导致经济指标如消费者信心和零售销售短期内出现下滑，冲击波甚至波及到了 GDP 增长。尽管长期效果有待观察，但印度的废钞令展示了经济政策对经济指标的直接影响，以及这些决策对普通民众生活的深远效应。View. 在这个数字与算法构筑的世界里，经济指标便是那些幕后的编剧，默默地操控着国家的经济故事线。大约400字的开篇，我们就像是在拨开云雾见青天，揭开这些看似冷冰冰数字背后的真实面目。想象一下，如果 GDP 是一部电影的票房，那么失业率就是观众的掌声与嘘声，而通货膨胀率则是爆米花的价格不断上涨。这些指标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经济健康的全景图。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
无疑是这些指标运用最为频繁的案例。在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就开始重视经济指标的作用，用以评估政策效果，指导未来决策。这不仅仅是为了政府的决策，更是为了人民能对未来有更清晰的预见。然而，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经济指标并非总是那么直白。就像一个老练的占卜师，有时候他们透露的信息需要我们去细细解读。有时候，一个国家的 GDP 高速增长，人们可能会误以为经济一片繁荣，但如果同时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飙高，那这片繁荣背后可能是一场危机的序曲。要想与读者拉近距离，我们得用故事化的方式叙述。比如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如何通过观察经济指标调整政策，从而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些指标的变化就像是国家经济舞台上的演员，每一个小小的动作都可能引起市场的波澜壮阔。如果说 GDP 是一部大片的总票房，那么失业率就像是影评人的点评，而通货膨胀率则好似观众的口碑。这些都在默默地影响着观众，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判断和决策。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学到了使用经济指标的重要性。那时，美国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新政策，比如罗斯福新政，以期扭转经济颓势。他们认识到，不仅需要出台政策，更需要一套可靠的指标来评估政策效果，为未来的决策提供方向。因此，经济指标成了政府的一种工具，帮助他们监测经济活动和预测未来趋势。这些指标的诞生其实是对未知的一种探索，它们让我们得以窥探经济的深层动态，就像是医生通过体温计和血压计来观察病人的健康状况一样。但是和所有的测量工具一样，经济指标并不完美，就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占卜师，他们时而给出明确的指引，时而让人困惑不解。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政府如何利用这些经济指标来诊断经济状况，调整政策，以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密切观察 GDP 增长率、工业产出、外汇储备等多个指标，通过它们来评估改革的成效，调整经济结构，以此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面对这些经济指标，我们每个人又该如何解读？它们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影响？我们不妨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件来探讨这个问题。当我们看到 GDP 增长时，我们可能会感到欣慰，因为这通常意味着经济繁荣，就业机会增多。但同时，如果通货膨胀率也在上升，那么我们口袋里的钱可能就不够用了，这就不那么令人高兴了。经济指标，这个测量经济健康的隐秘尺子，不仅仅是数字游戏，它们是实实在在影响到每个人生活的重要因素。从个人到政府，从小型企业到跨国公司，每个人都在这个大舞台上扮演着角色，而经济指标就是那个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舞台的剧本。这些数字背后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故事。所以，下一次当你听到有关经济指标的新闻时，别忘了，那背后是一部部正在上演的生动故事，而你正是其中的主角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席卷全球，美国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农业生产过剩，工业产出锐减，股市暴跌，银行倒闭，失业率飙升至 25%， 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下。这是一幕悲惨的景象，整个社会笼罩在绝望的阴影之下。那时的经济指标绝不仅仅是冰冷的数字，它们反映了民众的疾苦与国家的困境。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罗斯福总统推出了历史上著名的新政 New Deal， 一系列旨在经济复苏、救助失业、改革金融体系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都依赖于对经济指标的精准解读和运用。例如，国家产业复兴法 NERA 旨在减少竞争，提高工资，刺激消费。公共工程管理局 PWA 则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来创造就业，同时提振工业产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田纳西河谷管理局 TVA 的成立，这是一项旨在现代化田纳西河谷地区，提供就业，同时生成廉价电力的雄心壮志项目。通过这一项目，不仅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还促进了该地区的农业和工业发展。
可以说，这是将经济指标与实际政策相结合，通过具体项目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积极影响的成功案例。还有社会保障法案的通过，它标志着美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初步建立，弱化了经济周期对社会最弱势群体的冲击。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都紧密围绕着如何通过改善经济指标来实现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这样的政策设计，无疑是基于对经济指标深刻洞察的结果。当时的政府官员们通过对失业率、产出、物价等关键指标的监测，诊断出经济体的病症，然后针对性地开出药方。正是这些措施，让美国经济逐渐从大萧条中恢复了元气，也为后来的世界经济体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Analyze. 经济指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表现的关键数据，它们对社会发展具有双刃剑的效果。好处在于，经济指标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依据，帮助他们监控和预测经济趋势，从而在必要时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或缓解失业等问题。比如，通过 GDP 增长率，政府能够了解经济是否在扩张；通过失业率，能够评估劳动力市场的健康状况；通货膨胀率则能指示货币价值的稳定性。然而，过度依赖经济指标也有其弊端。首先，指标可能无法全面反映社会福祉和生活质量，例如 GDP 忽略了环境损害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其次，指标的波动可能导致市场过度反应，引发投资者恐慌或过度乐观，从而影响股市和经济稳定。对普通人而言，经济指标的变化实际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例如，失业率的上升可能意味着更多的人面临失业的风险，而高通货膨胀率则可能侵蚀他们的购买力，导致生活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健康的经济指标如强劲的 GDP 增长和低失业率，通常与就业机会增多、收入提升相关，从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总而言之，经济指标对于理解和引导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它们也需要被谨慎解读，并辅以其他社会和环境因素的考量，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福祉。对普通人来说，了解这些指标能够帮助他们做出更明智的个人经济决策。